這家砂鍋魚頭居然營業超過60年。Google 評論說湯頭超濃，配料超多，CP 值超高。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？今天直接開箱吃給你看。哇，我們今天來到嘉義林聰明砂鍋魚頭，這個是1人份的，那它還有4人份到5人份，那會比較大一點。哇，它這個魚頭好大一個哦，然後我就看一下它的料，還蠻多的哎，想必這個口味應該是很重的。那魚頭的部分，它是有炸過的，看得到麵衣。湯頭的部分看起來蠻重口味的哦，喝喝看。味道很不錯哎，我覺得它這個砂鍋魚頭的湯頭喝起來層次超豐富的，又鹹又香又辣，那味道又很重。那有加的沙茶，喝得出有沙茶的味道，它的味道是那種很濃很厚，它後勁舌頭會有一點辣辣的，這個真的是蠻重口味的。吃看它的料，豆腐，哇！对，它豆腐好軟嫩哦，好好吃，味道超重，我還蠻喜歡的。接下來吃看它的豆皮，想必味道應該也不錯。它的豆皮啊，就泡在湯裡面，那泡久它就軟軟的，非常的夠勁。我覺得它的豆皮跟這個湯搭配在一起很配呢。然後豆皮啊，吸滿了它的湯汁，哦，很重鹹。木耳，這木耳吃起來口感就是脆脆的，都是說它這邊的砂鍋菜啊，都非常的有味道，味道真的是很重。那我們來吃看看它的大白菜，哇，它的白菜已經燉到就是爛爛的。哇，大白菜吃起來就是烂爛的，可是又有一點点的脆口，一樣味道也是吸滿了那個湯汁，哇，就是有點辣，這個湯味道真的是很重，所以它的食材啊都非常非常的入味，越喝真的是越刷出的感覺。那我們接下來吃再看看魚頭，蠻大一個的呢。稍早我們的服務人員有給一個盤子，他說這是放魚翅的，先吃看看它的皮好了。還有一點脆脆的，炸過再放進湯裡面，所以它的皮会有點脆脆，再加上爛爛的。好，吃看它的魚肉吧。它魚肉吃起來超軟嫩的哎，对，然後它的皮啊炸過酥酥的，哎，這口感很不錯哎，魚肉真的很嫩。這有它魚肉沒什麼腥味，不過我點的是魚頭的，比較沒什麼肉。它也有單點魚肉，下次可能來點看看它的魚肉。有骨頭，好吃哎！而且我覺得它的魚肉口感吃起來很細緻，吃下去入口即化的那種口感，就是很軟很軟嫩。然後它魚肉啊，配上這個湯，它就是吸了它的湯的精華，很好吃。你知道砂鍋魚頭的典故嗎？那老闆的話，他叫做林聰明，他爸爸以前那個年代啊，他很喜歡釣魚嘛。那魚釣一釣，那當然他們賣吃的就會做一些魚相關的料理，他們是會去研發一個魚頭，然後再加上砂鍋菜。那後來的話也是研發了很多品項。那這家店啊，已經營業超過了60年，這邊是嘉義非常有名的店。平常日啊，中午生意就很好，你必須要在11點20分的時候來這邊抽它的號碼牌，號碼牌抽完11點40分，它就會叫號。那假日的話，這邊不用說，一定非常多人。那我們平常日來這邊的時候，幾乎都坐滿了。對，他的員工也蠻多的，我員工那樣看也是大概10幾個，對，忙進忙出的。那再來就是說，砂鍋魚頭的還可以再加湯哦，我覺得這個湯還蠻好喝的，真的是很刷嘴。這就是砂鍋魚頭的由來。我覺得它一天可以賣出個200碗的砂鍋魚頭，應該是沒問題的。接下來來吃吃看它的太陽蛋滷肉飯吧。這個蛋
煎得好漂亮。那滷肉的話，他們是手切的滷肉，會特別的大塊，跟一般滷肉飯那種小小的是不一樣。那我們先來吃看看它的肉。豬肉很好吃就是瘦肉爛爛的，它不是那種很硬的，香氣很足夠。那還有肥肉。認為滷肉飯啊，瘦肉跟肥肉是各一半。肥肉的部分，那個豬皮 QQ 的，還蠻有嚼勁的，我還蠻喜歡的。它滷肉飯超好吃的，它的醬汁鹹甜的，不是那種很鹹的那一種，吃下去啊會有一種甜味散發出來，還蠻好吃的呢。那這個蛋在吃的時候呢，你要用筷子把它戳破，讓它的蛋黃流出来，哇，這樣的配飯會很香。吃吃看蛋。哇，它的蛋好好吃哦，尤其是它那个蛋黄的部分，我覺得像是那種7分熟吧，就戳下去它就會流汁出來哦，蛋黃的香氣非常夠，搭配着這個飯吃，它蛋黃配飯，還有滷肉飯的醬汁，醬汁很好吃有蛋香嘛，然後還有豬肉，還有滷肉飯的那種醬油的香氣，哇，這個真的是超搭超對味的。來這邊一定要點一碗它的太陽蛋滷肉飯，滷肉飯水準真的很不錯來到嘉義一定要吃雞肉飯的啦，那當然這家店一定會有賣雞肉飯啊。雞肉部分是用火雞肉，肉質會比較再硬一點，跟一般的雞肉是不一樣的。那吃起來飯是那種粒粒分明的口感，那醬汁的部分就是比較偏甜。滷肉飯是鹹甜，那鹹比較多，甜比較少。這一碗的話是甜鹹的，就是甜比較多啦，吃起來就是那種雞油的那種風味。雞肉的話呢，就是一絲一絲的，那吃起來的話會稍微有一點嚼勁。不過這一碗也是好吃的，它的醬汁跟飯搭配起來，配上那個肉，吃起來味道是還蠻舒服的。還吃得到一些油蔥酥的香氣，它雞肉飯的水準還蠻不錯的，它不會到那種很鹹，我覺得味道剛剛好。對，我喜歡那種雞肉飯吃下去鹹鹹的，然後後勁要有一點甜的上來，那這樣還蠻不錯的哦。接下來來吃這一道，這個叫做鹹菜桂竹筍，因為它的菜單旁邊的品項就有畫一個皇冠，就是它的必點之一或是推薦之一。那我想說來點點看這樣子，來竹筍吃吃看。這是竹筍嗎？可是它香氣沒有到我想象中的那麼濃我覺得好像有一點清淡。那這個是肉嗎？試試看。什麼東西？剛剛這個東西我不知道這是什麼，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內臟嘛，我也吃不出它是肉。對，我真的是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。然後這個東西，可它菜單上面不是有畫皇冠嗎？對啊，那這樣子的話，我是不是點錯了呢？這個就是沒有我想象中的這麼的好它味道不是要酸酸的嗎？可是就沒有要清淡一點，還是說我前面的砂鍋魚頭味道太重了，導致這個我吃不出什麼味道？跟我想的不太一樣這邊除了砂鍋魚頭的湯之外，還有這個冬菜蝦仁蛋湯哦。聽它的名字跟看它的外觀，我覺得應該會比較清淡一點哦。那這個湯為什麼我會點呢？一樣，因為它菜單旁邊畫了個皇冠，那我想說就點點看吧。沒錯，那個湯頭看起來是蠻清淡的，先喝喝看它的湯頭吧。雖然跟砂鍋魚頭比是蠻清淡，可是它湯頭是好喝的嘞。我喝下去有那種蝦子的味道哦，還有大白菜的那種蔬菜的鮮甜，還有芹菜。我覺得這個湯喝起來味道也蠻不錯的。然後我挖了裡面的蝦仁4隻，看起來都蠻大塊的。我們吃吃看吧。哇，它蝦仁的肉還蠻鮮美的，然後吃下去就是 QQ 的，稍微有一點點嚼勁。蝦仁的味道是蠻重的，而且非常的大隻，我覺得還蠻新鮮的，還蠻不錯。
再就是我覺得這碗湯它蝦仁給4隻，再加上一個蛋，哎，我覺得也算是蠻有誠意的啦。蝦仁還蠻好吃的，很新鮮哎。它裡面還加了一顆蛋。它這個湯呢，它不是重鹹的湯。砂鍋魚頭的鹹度，我們說滿分10分，一定有9分。這個冬菜蝦仁蛋湯6分，鹹度的部分比較降低，對，它甜的部分會比較多。我們剛剛去加湯這邊結哦，我以為它就只有單純加湯，它給我料哎，還有豆皮哎，很佛心哎，哇，加料一直加，吃它的料，就吃到飽就好了啊，而且熱騰騰的才好吃啊。我們刚剛整桌吃下來花了420，2個人吃，我覺得分量它沒有到很飽，因為它的滷肉飯跟雞肉飯就是小小的一碗，分量是不多。那再來就是刚刚点的是砂鍋魚頭，那魚頭的部分没什麼肉，那就是骨頭居多這樣子。那如果說這邊要吃飽的話，可以加點它的白飯，或者是砂鍋魚頭加烏龍麵，應該也不錯。它的味道非常的讚，吸引我下次還會再回購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吃林聰明砂鍋魚頭的感想。你有什麼想法的話，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給我。